您是不是每天早晨起来后，第一件事就咕咚咕咚灌下一大杯白开水？如果是这样，在此我必须先告诉您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个看似健康的习惯，可能正在一点一滴的杀死您的肾脏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的李文山医生。行医32年来，我见过太多中老年患者因为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肾脏，这对被称为沉默杀手的器官，结果出现肾衰竭、尿蛋白飙升，甚至不得不走上终身透析的悲剧。事实上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我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约为 10%， 也就是说，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肾脏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而且大多数还没有被及时发现。许多50-60岁的长辈平时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偶尔水肿、腰酸只是年纪大了或疲劳所致，却不知道那往往是肾脏在默默发出的求救信号。也许您会好奇，肾脏到底在我们体内扮演着什么角色？为什么出了问题就这么危险？简单来说，肾脏是人体的清洁工和调节师。每个人都有2个肾脏，位于后腰部，一左一右，大小约是拳头，却各自含有上百万个微小的滤过装置，称为肾单位。肾脏日夜不停的工作，帮助我们过滤血液中的杂质废物。您可能想不到，肾脏每天要过滤的液体量高达170到180升，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液洗涤将近50次。经过层层筛选，人体代谢产生的毒素，如尿素氮、肌酐、尿酸等和多余水分，会被制造成约 1.5 升尿液排出体外。同时有用的物质，如葡萄糖、氨基酸、水分，则被重新吸收利用。可以说，没有肾脏的辛勤工作，我们几天内就会被自身的毒素拖垮。但肾脏有个特点，非常能忍耐。我们天生的肾单位数量虽多，却不可再生。即使有一半的肾单位受损，剩下的肾单位也能把活儿干完，让人体暂时看不出异样。这就是为什么肾脏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肾脏在硬扛，默默代偿。然而一旦超过了代偿极限，肾功能就会直线下滑，这时候出现的浮肿、无力、恶心等症状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。因为隐匿，肾病才被称为沉默杀手，也因为一旦发现常常已经严重，所以更需要我们提前预防，主动保护。说白了，就是要设法减轻肾脏的负担，千万别等到它不堪重负时才惊觉异常。明白了这些，再回过头看看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些日常习惯，是不是就能理解它们对肾脏的影响了？现在您一定想知道，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护我们的肾脏，让它不至于过早老化衰退呢？今天我就把多年行医总结出的一个惊人秘密分享给大家。其实每天只需1勺蜂蜜，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替肾脏进行清洁保养，帮助修复损伤，让您的肾脏悄悄变年轻。听起来不可思议吗？蜂蜜不就是糖吗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讨这一勺蜂蜜究竟有什么魔力，为什么说它不是普通的糖，而是肾脏的天然清洁剂，以及怎样正确服用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神奇效果。清晨起床后喝水本来是个好习惯，但方法不对，反而可能伤肾。很多人睡醒后口干舌燥，就一口气猛灌下一大杯凉白开水，以为能快速补水，顺便洗洗肾。其实经过一整夜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处于脱水状态，血液变得粘稠，肾脏的血流量也相对降低。如果此时突然大量喝进冰凉的白开水，低温刺激会让胃肠黏膜血管急剧收缩，身体还来不及适应，大量水分就直奔血液循环。短时间内涌入的水分不但无法被细胞充分吸收，很快还会被肾脏匆忙地过滤到膀胱，形成尿液排出。换言之，您咕咚几下喝下去的水，多半直接跑厕所了，并没有真正滋润到身体，反而加重了肾脏瞬间的负担。一些有高血压或心血管问题的朋友，清晨猛灌凉水更加危险。医学研究指出，清晨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导致血压剧烈波动。中华神经科杂志2023年就提到，过快的水分摄入是诱发清晨脑卒中的一个因素。试想，高压的血液骤然冲击本就脆弱的肾小球滤过膜，长此以往，肾脏怎能不受伤害？
即使一般人大量喝凉白开，也可能造成胃肠不适，甚至诱发腹泻，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，这些对肾脏而言也都是额外的压力。或许有人认为晨起灌凉水虽然刺激，但可以帮助快速排便。其实蜂蜜水同样能促进肠道蠕动，而且方式更加温和，不会让胃肠和肾脏受到突然的刺激。一杯温润的蜂蜜水，既护肾又能通便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由此可见，清晨第一杯水的喝法很关键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小口慢饮温开水，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。而如果能在这杯温水里加入一点蜂蜜，效果将更上一层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入蜂蜜后，这杯水不仅温度适宜，还带有一些天然电解质和单糖，使水分的渗透压接近体液，可以减缓水分过快通过肾脏的速度，更充分地渗入体循环系统。与此同时，蜂蜜水微甜可口，可以刺激肠胃蠕动，帮助您在早上顺利排出昨晚累积的代谢废物，排便通畅了，体内毒素经肠道及时排出，肾脏的排毒压力也就减轻了。更妙的是，清晨来一杯蜂蜜水，还能给身体提供急需的能量。您经过一夜空腹，身体处在缺糖状态，如果不及时补充能量，身体会动用自身的蛋白质和脂肪来产生热量，而这个过程还会产生大量含氮的代谢废物，例如尿素氮、肌酐等，进一步加重肾脏负担。蜂蜜所含的单糖可以迅速被吸收，为大脑和各脏器开机提供燃料，避免因饥饿分解自身组织而产生过多毒素。简单说，早晨这杯蜂蜜水相当于给全身细胞打了一针温和的能量点滴，既解渴又不伤身，还保护了肾脏不受废物的二次伤害。也许您会问，蜂蜜不就是糖水吗？真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？我们来看看蜂蜜的成分和作用，就明白为什么它不是寻常的糖。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，可不仅仅是甜而已。与我们日常食用的蔗糖不同，蜂蜜中约有70%是果糖和葡萄糖这类单糖，可以直接被吸收利用，升高血糖的速度相对平缓。其余部分里还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，比如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C 以及钙、钾、镁等矿物质，还有丰富的氨基酸和酶，以及来自花粉和蜂胶的各种抗氧化物质。一勺天然成熟蜂蜜，其营养成分之丰富、均衡，远非一勺精致白糖所能比。正是蜂蜜中蕴含的这些宝贵物质，赋予了它肾脏清洁剂的神奇功效。首先，蜂蜜的抗氧化剂，如多酚类和抗炎成分，可以减轻肾脏的慢性炎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蜂蜜的抗菌抗炎特性在医学上已有应用，医生常用特殊的医用蜂蜜敷在烧伤和慢性溃疡上来促进愈合。这从侧面证明了蜂蜜对感染和炎症的抑制作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肾单位会因氧化损伤逐渐硬化、退化，而蜂蜜中的多酚恰恰能中和自由基，减少氧化应激对肾细胞的伤害。您可以想象，肾小球的滤过膜如同一张精细的滤网，日复一日过滤着带毒的血液，时间久了难免生锈堵塞。而蜂蜜多酚就好比滤网的防锈涂层和清洁剂，不仅防止滤网被腐蚀，还帮助冲走沉积的杂质。长此以往，肾脏的滤网依然保持通透弹性，功能衰减得救更慢。有研究发现，在高脂肪饮食导致肾损伤的实验鼠中，添加蜂蜜后，肾组织的炎症指标明显降低，说明蜂蜜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肾脏的老化趋势。还有，科学家用含蜂蜜的饲料喂养实验动物，结果发现这些动物的肾脏滤过功能比对照组更好。这提示蜂蜜或许对慢性肾病有一定的预防和改善作用。其次，蜂蜜有助于稳定血糖和血压，这对肾脏来说至关重要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高血糖和高血压是伤肾的两大元凶，它们会损伤肾脏的微血管和过滤膜。蜂蜜虽然甜，但升血糖速度较缓和，而且其中的微量营养素还能帮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。有糖尿病前期风险的中老年人，用少量蜂蜜替代精米白面和精糖，反而可能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。但前提是，你一天内总糖摄入量控制在合理范围，不要因吃了蜂蜜反而额外摄入更多糖。更棒的是，蜂蜜富含的钾元素有轻度降血压的作用。
再配合充足水分，可以帮助血压保持平稳。当血糖、血压双双控制得好，肾脏承受的冲击自然就小得多。再次，蜂蜜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功效，改善睡眠。您可能会疑惑，睡眠和肾脏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夜晚睡眠时，正是肾脏自我修复和调节的重要时间。如果长期失眠、多梦，肾脏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久而久之，功能会下降。而蜂蜜自古就是安神助眠的天然食材，不少长辈都有睡前喝点蜂蜜水的习惯。蜂蜜中的糖分可以促进大脑释放血清素，进而转化为褪黑素，帮助入睡。同时，它还能维持夜间血糖稳定，防止血糖骤降引发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，而肾上腺素会让人心跳加速、血压升高。很多人试过睡前喝点蜂蜜水后，发现夜里不那么容易醒了，第二天测量血压也比较平稳。这其实正是蜂蜜改善睡眠，进而保护肾脏的体现。当您晚上睡得香、睡得深，肾脏就像进入了一个夜间修复模式，肾血管舒张，血流充足，把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，还能修补受损的肾单位。第二天醒来时，不仅人感觉精神，您的肾脏状态也会更好。看到这里，您应该明白了，蜂蜜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糖，而更像是一种天然的肾脏保养品，其抗氧化、抗炎、稳定代谢等多重功效一起作用于肾脏，就好比给肾脏做了一次温和的 SPA， 慢慢清除积存在那里的毒素和炎症，延缓肾脏的衰老进程。难怪有营养学家称赞蜂蜜是肾脏的洗涤剂，适量长期食用有助于保持肾脏的年轻态。在我的门诊中，也曾遇到过蜂蜜养肾的真实案例。例如，我的一位患者张阿姨，今年65岁，检查时发现肾功能已有轻度下降，属于慢性肾病早期，平时经常感到疲倦，血压偏高。深入了解后，我发现张阿姨年轻时养成了不爱喝白水、喜欢饮料的习惯，而且很少主动养护肾脏。我建议她从生活细节入手做改变，其中之一就是用每天2杯蜂蜜水取代含糖饮料，早晨起床1杯，下午3点左右再1杯。刚开始张阿姨还半信半疑，但蜂蜜水酸甜可口，比白开水好喝多了。她慢慢乐于每天坚持，3个月后复查，结果令我们欣喜。张阿姨的肾小球滤过率比3个月前上升了 5%， 尿液检查中的微量蛋白指标也有所下降。虽然提升幅度不算太大，但至少说明肾脏功能朝好的方向发展。更明显的是，她整体的精神状态改善了许多，原来总是觉得疲惫、双腿浮肿的情况大大缓解，脸色红润，血压也更稳定。张阿姨逢人便说，每天这杯蜂蜜水真是救了我的肾。这个案例让我更加坚信，只要方法得当，蜂蜜对于慢性肾病的恢复确实大有裨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现代世界上，一些著名的长寿人群中，蜂蜜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例如，希腊的伊卡里亚岛素有长寿岛之称，那里的老人几乎每天都会吃当地出产的百花蜜。前苏联科学家在调查100岁老人时发现，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都有食用蜂蜜的习惯，不少甚至本身就是养蜂人。这些长寿老人的共通点之一，就是晚年仍保持着较好的肾脏功能和体能，慢性肾脏疾病的发生率远低于一般人。虽然长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，但蜂蜜富含的抗氧化营养在其中无疑功不可没。蜂蜜虽然对肾脏好处多多，但再好的养肾食材也要讲究正确用法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如果使用不当，效果不但打折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下面我就来教大家科学饮用蜂蜜的小技巧，帮助您避开那些常见的误区。第一，控制好蜂蜜的用量。蜂蜜虽好，可不能贪多，它毕竟含有大量天然糖分，摄取过量同样会造成热量超标，诱发肥胖和高血糖的风险。一般来说，成人每天蜂蜜的安全摄入量约在1到2汤匙左右，也就是大约15到30克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每日添加糖摄入不超过25克，因此每天1汤匙蜂蜜是比较理想的养生剂量。您没听错，不需要满满1大勺，适量才是关键。特别是有糖尿病或血糖偏高的人，更要严格限制蜂蜜的用量。
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将每日蜂蜜控制在10克以内，甚至暂时不吃。对大多数健康人而言，一天20克以内的蜂蜜不会带来负担，反而能替代部分精制糖，降低总体糖负荷。另外，每日这一小勺蜂蜜所含的钾元素不足10毫克，远低于一根香蕉的钾含量，对需要限钾的肾病患者也相对友好。第二，注意冲泡蜂蜜水的水温。很多人习惯用刚烧开的沸水冲蜂蜜，这其实是一大误区。蜂蜜中的酶和维生素对高温非常敏感，温度超过60摄氏度时，营养成分会被大量破坏，蜂蜜就变成了单纯的糖水，养分大打折扣。而水太凉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对身体刺激大，也不利于吸收，所以最适宜的温度是温开水，大约40摄氏度左右，不烫口的水。您可以先用少量温水把蜂蜜化开，再兑入适量凉白开，调至微温，一杯甘甜的蜂蜜水就调好了。第三，选对喝蜂蜜水的时间。一天之中有几个蜂蜜黄金时间，您要是抓住了，蜂蜜的养肾效果就能加倍发挥。我重点推荐3个时段：清晨起床后，也就是早上5到7点左右，此时是一天中肾脏最需要温和唤醒的时候。准备约200毫升温开水，加入1小勺蜂蜜，搅匀饮用，可以帮助肠胃苏醒，促进排便，为肾脏减负。我个人习惯在蜂蜜水里加2片新鲜柠檬一起泡，清新的柠檬香气能让人精神一振。柠檬中富含的柠檬酸和维生素 C 还有助于预防肾结石，增强免疫力。一些肠胃比较弱的朋友，如果空腹喝蜂蜜水觉得刺激，可以在喝之前先喝几口温白，开热身或者改在早餐后半小时再喝，以避免对胃的刺激。下午3到5点，经过半天的工作学习，身体开始疲劳，很多人会在这个时间觉得血糖发低，脑子发沉。同时，下午也是肾脏过滤代谢废物的关键时段，及时补水非常必要。如果觉得来杯咖啡提神又怕影响睡眠，那就试试下午茶时间的蜂蜜水吧。建议在14到16点之间，用半勺蜂蜜冲一杯温水，小口喝下，不仅补充了水分和能量，还能帮助提神醒脑。蜂蜜中的糖分会很快进入血液，缓解低血糖引起的疲劳感，同时避免了含咖啡因饮料对心血管和肾脏的不利影响。另外，相比动辄含磷酸盐、果葡糖浆等添加剂的汽水饮料，蜂蜜水对肾脏更加友好。含磷过高的碳酸饮料摄入过多，会增加肾结石和骨质疏松风险，而蜂蜜水则没有这些隐患。更妙的是，下午喝蜂蜜水往往利尿较快，能把体内代谢产物及时排出体外，就像给肾脏来了一次小小的大扫除。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坐着不动，容易尿液浓缩，形成结石。如果能养成下午喝蜂蜜水、起身上烫洗手间的习惯，对预防泌尿系结石和尿路感染都有一定帮助。睡前1小时，晚上临睡前也可以喝少量蜂蜜水，大约半杯，约100毫升即可，不宜过多。为什么强调睡前呢？因为对很多中老年朋友而言，夜晚往往难熬，有的人凌晨时血压飙高睡不着，有的人频繁起夜干扰睡眠。适量的蜂蜜水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。一方面，蜂蜜能促进大脑分泌褪黑素，有助于入眠；另一方面，它维持夜间血糖的稳定，防止血糖骤降引发肾上腺素大量分泌。肾上腺素让人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。不少人发现，睡前喝点蜂蜜水后，夜里不那么容易醒了，睡得更加踏实。第二天清晨测量血压也比较平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睡前蜂蜜水一定要少量即可，喝完后可以稍微活动10分钟再上床，以免马上躺下引起胃酸反流。不建议临睡前大量灌水，否则半夜起来上厕所反而影响睡眠。总之，睡前1小杯胜过临睡前1大杯，既让蜂蜜的安神作用充分发挥，又不至于增加肾脏夜间的负担。第4，学会鉴别优质蜂蜜。要让蜂蜜发挥养肾功效，选对蜂蜜也很重要。市面上蜂蜜品牌众多，品质参差不齐，假蜂蜜更是层出不穷。如果不慎买到了用糖浆勾兑的假蜂蜜，那就真变成喝白糖水了，不但起不到保健作用，过量的糖分反而会伤肾。所以
购买时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厂家或养蜂场的产品，注意标签上是否标明纯净蜂蜜，避免那些价格明显过低，声称无糖蜂蜜的噱头产品。蜂蜜本来就是天然糖浆，根本不存在无糖蜂蜜，宣称无糖的多半是假蜜。在家里，我可以教您一个小窍门，碘酒检测法。取一小杯蜂蜜水，滴入1-2滴碘酒，如果颜色变蓝，说明蜂蜜里含有未转化完全的淀粉，极可能是掺了糖浆的假蜜。真正纯净的蜂蜜遇碘酒则不会变色。除此之外，天然蜂蜜放置久了容易结晶沉淀，天冷时常会出现白色细沙般的结晶，那是蜂蜜中葡萄糖的晶体，属于正常现象。而假蜂蜜往往是淀粉糖浆勾兑，存放很久仍然清亮如初。不过最可靠的鉴别方法还是凭口感和口碑。真正的好蜂蜜闻起来有淡淡的花香，入口甘甜而不虚，喉咙能品出一丝植物的幽香，回味略带微酸或草药味。而假蜜通常只有单调的死甜味。另外，蜂蜜根据采集的花种不同，在口味和性质上也略有差异。比如颜色深棕的荞麦蜜富含铁质含抗氧化物，滋补效果更突出。香气浓郁的龙眼蜜性质微温，民间常用来宁心安神。清甜的洋槐蜜含果糖较高，不易结晶，适合不喜蜂蜜结晶状态的人。带有中药草香的枸杞蜜被认为有滋肾养肝之效，男士食用颇佳。益母草蜜则有活血化瘀功效，更适合女性调理身体。当然，无论哪种花蜜，只要是真正的天然蜂蜜，其基本营养成分和养生作用大同小异。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和需要选择蜜种，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买到纯正可靠的蜂蜜。另外，保存蜂蜜时要注意密封闭光，避免水汽混入导致蜂蜜变质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小结一下吧。蜂蜜之所以能够让肾脏偷偷变年轻，靠的是多方面的综合作用。它在清晨为身体温和地补水，并提供能量，避免了错误饮水方式对肾脏的刺激。它富含抗氧化和抗炎成分，减轻了肾小球的损伤和纤维化。它能稳定代谢，让血糖、血压保持平稳，保护肾脏的微循环。它润肠通便，分担了肾脏的排毒压力。它改善睡眠，让肾脏在夜间充分休养生息。日复一日，肾脏在这样细心的呵护下，功能状态自然会比同龄人的劳损肾年轻得多。当您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也许会发现一些惊喜的变化，比如晨起的浮肿不见了，尿液颜色变淡了，复查时化验指标中的肌酐值下降了一些，人也觉得更有精神了。这些都是肾脏功能改善、逐渐逆龄的信号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强调，蜂蜜虽好，但不是万能药。已经出现严重肾脏疾病的患者，还是需要正规治疗和医生管理。将蜂蜜融入日常饮食中，更适合作为一种辅助的养肾策略，简单易行而长远有益。与此同时，您也不要忽视其他保护肾脏的生活细节，比如在饮食上低盐控蛋白、戒烟限酒、适当运动、避免滥用止痛药、定期检查肾功能等等，多管齐下，才能真正延长我们肾脏的健康寿命。俗话说，肾好人长寿，又说药补不如食补。每天一勺蜂蜜，也许就是您送给肾脏的一份长寿礼物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妨给自己养成这样的习惯：清晨一杯蜂蜜温水唤醒活力，下午半杯蜂蜜水消除疲劳，晚上睡前几口甜甜的蜂蜜水，祝您安然入眠。日复一日，您的肾脏将在这润物无声的滋养中保持青春活力，不再过早衰老。魔鬼藏在细节里，其实健康也藏在这些甜蜜的小细节里。希望若干年后，您能由衷感谢现在努力养肾的自己，因为那时您或许已经拥有了一对比同龄人年轻许多的活力肾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觉得有用，不妨把这个蜂蜜养肾的秘密告诉您身边的亲友，让大家一起受益。让我们每天用甜甜的蜂蜜水干杯，喝出健康的肾，您的肾脏会悄悄感激您，并为您的长久健康保驾护航。